屏幕前显示节目你们好玩。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妖念燕烟罗的详细测评。测评开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建模，还有点出动画。有一说一，这个建模是真好看啊，简直就是仙女。我在这里放一个特写啊。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个建模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点出一下。一緒に花火をしましょう。この終わらない友情の。这里出现了金鱼姬、辉夜姬和荒三个人的烟，大家看见了吗？再来点出一下其他地方。夜空に満天の花火が咲く頃に、また会いましょう。还是保留了原来燕烟罗的那个采烟鬼的动画，我们再来点出一下。哇，真好看啊，这个花火。我们来听一下中文版啊，来中文听一下。烟花易逝，情意永存。感觉不如日文。这一次它的中文配的感情比较太投入了。如梦似幻，花火尽燃。我感觉燕烟罗现在应该是属于那种想念朋友的一种比较 emo 的状态啊，应该没有那么嗨才对，所以感觉这次中文不如日文。好的，接下来进入技能解读。普攻并没有什么卵用啊，祝屏幕前的所有小伙伴都不要加到普攻。二技能是一个唯一效果的技能，受到敌方伤害时，若自身未处于无法动作，则渐入烟雾无形。LV5 的时候可以先机进入烟雾无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燕烟罗会先机进入一个叫做烟雾无形的 buff， 就是他头上这一个黄色的 buff。当他头上的烟雾无形 buff 消失的时候，如果他受到了伤害 ，OK， 受到伤害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动补充烟雾无形的 buff。在燕烟罗身上没有烟雾无形的时候，不仅可以通过对面打我们自动补充，也可以在自己的回合的时候主动补充。主动补充烟雾无形是一个灵活技能，并且在燕烟罗进入烟雾无形的时候，全体非召唤物友方会获得它最大生命值 35% 的护盾，持续2个回合。那么这个烟雾无形有什么效果呢？首先，在烟雾无形状态下，燕烟罗免疫击退效果。效果2，燕烟罗在烟雾无形状态下，所有非召唤物友方在受到伤害时，获得燕烟罗最大生命 15% 的护盾，持续2个回合。效果3，在烟雾无形的状态下，效果命中提升 40%。重头戏来了，效果4，在烟雾无形状态下，可以抵挡敌方单次技能中的所有控制效果、减益、伤害。抵挡之后移除烟雾无形，并且增加 15% 的行动条，并且给友方加上最大生命值 15% 的护盾，持续2个回合。这个单次指代的是敌方整个单人回合，比方说炎魔这里先打出了须佐的天威，再打出自身的大招，是全部都可以给他免疫掉的。最后再来看一下他的3技能。3技能很好理解啊，先给敌方全体造成2次 51% 的伤害，然后再给敌方指定单体造成 131% 的伤害。这 131% 的伤害不是御魂，还有被动效果，并且有 100% 的基础概率可以让对面变形为胭脂鬼1个回合。胭脂鬼消失时，对敌方全体造成 49% 的伤害啊，非常容易理解。就拿刚刚那段录屏举例，我们先抵抗掉对面的炎魔的控制之后，我们自拉条拉上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反控对面，拿3技能反控对面，把须佐给控住，变成胭脂鬼。这就是燕烟罗在实战中的玩法啦。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好奇了，这个烟雾无形的抵抗、控制、减益和伤害，它能做到何种程度呢？
首先我们主要来看这个抵抗减役。屏幕前的你可能会想着，它既然可以抵抗我研磨的控制效果，然后自拉条来进行反控，那我研磨不去控炎炎罗不就好了吗？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实战中就算我们的研磨不主动攻击炎炎罗，但是它的大招还有它的被动都能给我方上研磨之木。被上了研磨之木的炎炎罗立刻就抵抗掉了这研磨之木，马上就自拉条拉上来了，进行了一个反控。也就是说，实战中炎炎罗挺适合反打像研磨老师这种会自动给敌方上减役的式神。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炎炎罗抵抗控制效果的范围，像什么冰冻、沉默、嘲讽、混乱、变形啊这一类纯控制效果呢，都是可以给它免疫掉的，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什么。我主要给大家展示看上去优先级非常高的类控制效果，雪女的永冬和大月丸的放逐都可以免疫，鬼童丸的二技能和地势天的二技能都可以免疫。总结下来就是这个类控制效果，它如果写的是减役印记，那就一定可以给它免疫掉。但是如果这个类控制效果写的是通用印记，比方说炎灵的异火、腹肌的蛇，还有空相面灵器的一线木，就无法给它免疫掉了。很容易理解吧？那这边空相面灵器的一线木轻而易举就给它上去了。以上就是 SP 炎炎罗的所有技能机制详解了，我个人觉得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么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只斗技式神，是不是？那加上我不会斗技啊，我给大家打实战呢肯定会抬笑大方。不过呢，我还是给大家展示几个斗技里大概会遇到的情况啊，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 SP 炎炎罗的强度。第一种情况就是遇到对面上 SP 研磨进行一个反打的情况。对面如果上了 SP 研磨的话，你这控我炎炎罗也会被我插队，你不控我也会被我插队啊，然后对面就会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所以 SP 炎炎罗用来作为一个反打 SP 研磨的策略卡还是挺不错的。第二种情况是遇到对面上面灵器抢了一速的情况。面灵器在抢一速的同时，会顺便打我们的炎炎罗一下，我们炎炎罗就会立刻插队插上来，对对面进行一个反控。第三种情况是对面不得不进行群体输出，不得不打到我们炎炎罗的情况。就比方说这一段录屏，对面的 SP 千机得续结界，续结界它的金鱼就会误伤到我们的 SP 炎炎罗，然后呢炎炎罗立刻插队进行一个反控制。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炎炎罗的技能。在炎炎罗有烟雾无形的时候呢，它如果受到伤害，它就会插队上来进行一个反控。在它没有烟雾无形的时候呢，它如果受到伤害，它就会立刻补充烟雾无形啊。也就是说，当群伤式神遇到炎炎罗的时候会比较难受，就对面不得不使用群体输出误伤到我们炎炎罗呢，要么就是给我们拉条进行反控，要么就是给我们补充烟雾无形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我可以上单体输出式神，然后不打炎炎罗，不就不会让他插队，不会给他补充烟雾无形了吗？你是否忘记了我炎炎罗可以带替魂？炎炎罗在发动替魂的时候也能触发二技能的所有效果，所以替魂可以说是最适合炎炎罗的一个御魂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这炎炎罗好像有点强啊，是不是？难道就没有办法治一治他吗？答案是当然有办法治一治它啊！实战中我发现，那多上几个控制，我们就可以治它了。比方说我这里上双研磨，现在我们的炎炎罗已经用烟雾无形抵抗掉一次研磨的控制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磨再来一次控制 ，nice， 它就被控住了。炎炎罗被控住了是非常致命的啊，它就变成一颗纯白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须佐快快乐乐的把炎炎罗给带走了。当然，炎炎罗有没有办法反打双控制队呢？当然也是有的。
比方说，这里炎魔他控了我们一下，抵抗住了，是不是？我们反控一下，反控了之后，我触发轮入道啊，它立刻又能补充一个烟雾无形效果，然后又能进行一次免控了。当然，这个只是整活玩法啊，可能是只有夜神月会去玩的啊。夜烟罗最适合的肯定还是带替魂啦。以上就是我以我个人的游戏理解总结出的实战中夜烟罗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啊。虽然我不会斗技，但是脑测感觉斗技强度应该是有的。就算达不到 T0 啊，肯定作为一张策略卡是妥妥的。你看，克制 SP 炎魔，同时还不会被鬼吞推条，然后对面的千龙如果用群体输出打到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嘎嘎补充烟雾无形，嘎嘎自拉条。总而言之，斗技应该是不错的啊，大家后续也可以参考一下饭宝还有月宝、歌宝的各种视频。以上就是妖孽夜烟罗的实战展示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一发入魂，886。